中国大陆双航舰首度穿越第二岛链，直逼关岛与南鸟岛。台海若爆发战争，北京真能在第一时间封锁美军的支援吗？今天我们将从7大角度全面解析这场影响整个印太局势的航舰行动，中国大陆的战略野心，解放军的模拟实战的细节，还有美军能否应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施小伟的军武大观，我是施小伟。每周二晚上8点，请荧幕前的观众朋友让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最重要把我们抖内啦！中国大陆同时出动双航舰的意图为何？这是否已具备跨第二岛链的作战能力呢？好，我们看到这次5月下旬到6月中旬之间呢，中国大陆派了2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分别是辽宁号跟山东号。辽宁号从这个石垣宫古水域进到菲律宾海，那山东号从巴士海峡进到这个菲律宾海之后呢，两艘航舰其实并没有马上会合，而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这样的战术运动。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它这一次透过双航舰进到菲律宾海，它其实是进入一个攻防演习的这样一个态势。何谓攻防演习？也就是说，它其实利用山东号跟辽宁号分别模拟这个红蓝两军，也就是说，红军主要由这个辽宁号来进行模拟，蓝军可能主要由山东号来进行模拟，但也有可能在之中呢，他们同时模拟红军或同时模拟蓝军。这个其实在战术上来讲呢，它等于说是利用这样一个反战这样一个概念呢，从自己的角度看到对手如何行动，或从假设我站到对手的角度，我要如何对你采取这个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打击行动。其实中国大陆这次2个航空母舰，他们进到菲律宾海之后，都进行了相当比例的这样一个舰载机的这样一个活动。其中以辽宁号来说，它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全程记录的这个过程中，它有2天达到每天90架次的这个舰载机起降。那同样的，以山东号来讲，在海上自卫队全程跟监记录的这样的过程中，它也有好几天呢，达到每天50架次的舰载机的起降。而这些舰载机里面包含比较老的歼15A，还有比较新的歼15T 弹射型在这次的这个行动中，它都有在辽宁号跟山东号这个同时进行。那至于就是说，它这次到底是采取什么样一个概念呢？其实因为从共军的角度来讲，如果今天共军要对台湾发动这种从北京角度的国家统一战争的话，那这个时候最有可能直接介入影响或者说是阻止共军行动，就是进行这种所谓的区域拒止行动呢，最有可能就是美军。而且共军其实在整个行动的这个计划纲领之中呢，就把美军可能介入这个部分列为他们需要去应对的这样的项目。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今天解放军海军派了2艘航空母舰进到第一、第二岛链之间的菲律宾海，甚至他们的这个辽宁号航舰在整个行动开始前还越过了第二岛链到达这个南鸟岛这个附近呢，再往回开。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开始这个阶段的时候，辽宁号航空母舰其实是相当程度扮演模拟蓝军的这样一个航空母舰的角色。而中国大陆的红军的山东号航舰呢，它从巴士海峡进到这个菲律宾海之后，就开始跟扮演蓝军的或者说部分任务中扮演蓝军的这个辽宁号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海上走位跟进驻这样的部分。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未来两岸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的话，极有可能中国大陆它就借由这一次的双航舰在菲律宾海的行动之中，去收集它在各个阶段所要进行行动，包含各种的这样一个参考数据。其实很重要的是包含它的这个燃料，还有包含它这个舰上官兵所需要的生活的这种杂货，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等这些都会在这个阶段之中解放军要把这个数据可能所需要量去抓出来，然后安排可能的补给。也就是说，补给接得上接不上与否，那这个时候其实会未来让解放军能够在菲律宾海行动中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航舰演训是否模拟台海爆发战争加上美军介入的复合战局？其实答案是非常明显。我说一开始就看到解放军的辽宁号是越过了第二岛链，来到了南鸟岛，而从南鸟岛开始往台湾方向开始前进。而且在整个行进的过程中呢，它在那个菲律宾海绕了非常大的一圈，也就是代表美国的航空母舰如果在菲律宾海对中国大陆进行区域拒止作战的话，它的航空母舰打击群要如何的走位？他们借由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呢，去做一个这个全盘的这样的评估。那当然，如果台海有事，共
军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在第一时间对美军封锁支援的这样的路线？其实从前一阵子那个台北政经学院所展示出来政军兵推之中其实对于美国来讲，美国他现在所担心的，也就是如果今天一旦台海有事，共军对于台湾附近的这种各种的这样一个船舰开始进行这种不同阶层的，包含这个隔离检疫或甚至于逮捕这样一个行动，那这个时候其实要如何的克服这个共军可能的介入，就会成为美军未来有没有可能在台海周边进行部署，或甚至于跟共军直接进到这个作战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美军他一定会在台海有事的时候，希望能够以各种的方式来支援台湾军事资财的这样的输入或甚至于实际上透过这个战情资讯，提供台湾如何能够对于有效截击共军兵力来讲，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依据我们能够有得到美军的战情资讯的话，才有可能在最关键时刻跟最关键的地点，对于台海周边的这样一个攻击军做一个最精准的这样一个抵抗跟打击。好，那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这个航舰部署是不是足以应对？其实以美国海军的这个太平洋舰队来说，它目前拥有5艘这个现役的航空母舰，包含最老的尼米兹号。当然，尼米兹号在这一次进行最后一次的海外战斗部署回去以后就要开始做除役的准备。接下来有母港在东太平洋的这个卡尔文森号，还有西奥多罗斯福号。林肯号这3艘航空母舰，还有呢，另外刚调回去的隆纳德、雷根号等等这几艘。那未来史坦尼斯号在完成岁修之后，也会重新回到西太平洋地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在太平洋舰队，它其实有部署到5艘的这个航空母舰。中国大陆它现在拥有2艘，包含山东跟辽宁，采取滑跳甲板起飞的，它的作战效能2艘航舰加总起来，约略等于一艘美国传统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所以就是说，美国目前来讲，在太平洋地区目前还有一个优势，但是其实在西太平洋地区，面对中国大陆，它紧接着第3艘的福建舰开始服役后，那这个时候在地区性的这样的兵力就开始逐渐的朝解放军方向来倾斜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福建号它上面有这个3条电磁弹射系统，它的这个弹射效率可以让一艘福建舰的这样的作战效能会接近到美国或者跟美国的现代的这个舰队航舰呢等价齐驱。所以你看到以美国的部署来说的话，它其实不仅仅只有部署1艘乔治华盛顿号在西太平洋地区，而且乔治华盛顿号上面的部署可以算是以美军现在的这个舰载机联队的这个规模来说的话，可以算是相当新而且相当好的。它目前有3个FA-18EF 超级大黄蜂的中队，而且这3个超级大黄蜂中队呢，它其实也已经完成了 AGM-174B 也就是美军射程达400以及400公里以上的空对空的飞弹的这样一个部署。另外，它也有1个中队的 F-35C 战机所以以这个乔治华盛顿号来说的话，它的战力其实在目前西太平洋的这些舰载机的这个部分来说，可以算是顶尖的一个部分。而且除了我们刚刚讲到那乔治华盛顿号之外，美国在佐世保还部署了1艘美利坚级的美利坚号。那美利坚号它其实如果跟延国基地的 F-35B 结合的话，它在作战部署上，如果它全部搭载 F-35B 战机，可以搭载到18到20架左右的 F-35B 战机。那未来要替换掉这个美利坚号的这个迪利波里号跟美利坚号是完全相同架构的这个船，也就是说，美国它其实在西太平洋地区目前部署了1艘传统的舰队航舰，以及1艘可作为闪电航舰的2栖攻击舰。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这个部分，基本上来说，目前还是能够维持一个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军力平衡。那当然，中国大陆是否试图常态化第2岛链外这个军事行动，以破坏岛链封锁这样的战略？其实我并不认为中国大陆寻求第2岛链外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为什么？因为其实对他来说，那并不属于他的所谓的核心战略。他的核心战略就是第1岛链上的这个中华民国也就是我们的台湾。因为对于这个北京这个中南海来说的话，台湾从北京的角度来说，没有收复就等于没有办法完成国家统一。所以对于北京来讲，念兹在兹的还是在于第1岛链上的这样的台湾。以现在中共的军力，它其实已经可以越过第1岛链，完全没有问题，达到第2岛链附近跟美国在这个地方进行这种反美国的这样一个区域拒止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大陆它现在整个军事行动来讲，是要能够越过第1岛链，在
第一、第二岛链中这个菲律宾海也能够位居能够跟美军在军事较量上能够占到一定的这样一个战略高地，能够战胜这样一个美军的这样一个部分。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虽然说我们看到它这是2个航空母舰进到菲律宾海，但实际上对于这2艘航空母舰要能够在这个区域中进行长期活动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以一个航舰战斗群来讲，如果说今天以美军的这个标准的航空母舰的补给的这样一个标准来看，它如果在作战状态下，也就是每天如果能够放飞150架次的这个战机，以一艘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大概每4到5天就需要进行一次燃油的补给，而一次燃油补给接近3万公吨的这样的燃油。因为以尼米兹来讲说，尼米兹级的航舰，虽然我自己本身是核动力的，但是我这个核动力航舰并不需要吃油，但是我周边的包含神盾的巡洋舰，这个神盾的这个护卫舰、驱逐舰等等，这些它全部需要烧船用柴油啊。那像以这个战机来说，战机也需要燃油的这个样补给，所以美国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打击群在实战状况下，一天大约150到160架次的这个飞行之中，大概每5天就要进行一次约3万吨的这样的燃油补给。但是你看到中国大陆它目前各种的这样一个湖级的就是叉湖级的这种油弹综合补给舰来说的话，它一次能够补给燃油的量大概差不多是1万吨左右。所以也就是说，它可能它的这个燃油补给量是一艘美国的这个舰队油轮大概1/3。而且其实你还必须要想到，就是说它有没有办法能够在这之中呢，每天及时的或者说快速的补给到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战斗群所需要的这个燃油这个补给。所以也就是说，今天中国大陆的舰艇，它的确在成平时期，它可以非常轻易的进到第一、第二岛链之间进行活动。但是如果说它今天要能够在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这个菲律宾海，在战争状态下，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跟美国跟日本发生了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至少日本还虽然不至于，但就日本有支援美军的这样的义务。在这个情况下，它还有没有办法能够在这个海域之中进行长期的这样的作战？我并不那么的认为它可以持续的这个作业。所以如果今天真的要在这个区域进行反区域拒止的这样的行动的话，对于北京来讲，最好的选项其实还是地对地弹道飞弹、高超音速飞弹，例如像东风21D、东风26等等，还有东风17这一系列的这个飞弹，以及像东海10、长剑10这样的一个这个巡弋飞弹，还有它的战术核潜舰就是核子攻击潜舰等等，其实可能会是解放军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选择。解放军的航舰若扮演攻防双方也就是一艘模拟美舰，吐露哪些那个未来的实战设计？其实如果就是说他今天你甚至于一艘航舰在这边，不见得是真的一艘，你其实还可以甚至模拟2艘、3艘，也就例如像2006、07年的时候那时候美方模拟如果台海有事，那这个时候美方需要透过3个航空母舰的这个打击群，才有可能阻止到中国大陆在这个区域的军事行动的话，那这个时候其实以这个解放军的航舰，它这一次你可以看到辽宁号在整个这个航行的过程中，它多次变换位置，等于说它透过各个不同可能的战场站位去模拟美国在对中国大陆的区域拒止行动中任何可能的航空母舰的这样一个部署的位置，以及可能发动的舰载机打击的这样一个区域，它在每一个区域就实际演练，去获得解放军航舰如果在菲律宾海行动中所需要的各种参数。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扮演攻守双方山东号可能是扮演红军，辽宁号可能扮演蓝军，而且其实在它整个行动过程中攻守也可以互换也就是说那个彼此都可以扮演蓝军，彼此都扮演红军，或是反过来由辽宁号扮演这个红军，然后这个山东号扮演蓝军的可能性其实也都在。在这个情况下，它等于说要最大量化的吸收跟记录解放军如果在整个菲律宾海中2个航空母舰行动，或甚至于更多的这个航空母舰行动的时候，它可能所需要的这种各种作战的相关的这样的参数，其实最重要就是燃料还有呢食物的这样补给，让它的船能够在菲律宾海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中国大陆是否正打造类似于美军的远洋海军作战体系，并计划建造第4艘的核动力航空母舰？这个问题我们会在我们的会员专属影片中为各位资深军迷回答，请订阅频道，加入会员，解锁更多的军武会员专属影片。中国大陆的航舰已不再只局限于近海防御，远洋作战正逐渐成为现实。中国大陆的海上突围是否已经启动？面对台海潜在战火，美军、日本、台湾准备好了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观点。台海未来风险你怎么看？我们下周二晚上8点再见。今天共军进行不管是折挡